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晚春甜品冷血小精灵秀沉香如鲠在喉，唐周洋子把爱情看得天花乱坠，太高了。我想每天都有无数客人在进入沉香如搜的坑之后，每天都想排挤。期待被取代的感觉只是折磨。我可以最直接的省去刷预告片、书籍和周边地区。由于令人震惊的艺人能够传达如此多精彩的年终剧集，在其他情况下，新的春末季可能无疑具有挑战性。沉香如碎片的款待和压抑情节基本是对的，每一个表情都是愿望，每一个表情都是绝望。好美的画面，残忍到了极点。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在崇拜中并为对方假设，但你一点也不知道大致上你的自己受到了这样的伤害。两位主要艺人的表演能力也很棒，剧中的颜丹男主女主也同样令人不安。韩莲华的姐妹们强悍逆天，为了照顾弱小的姐姐，她轻身休息，最终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弱小。自然珍惜通道，隐藏自己的能力。鉴于弟子颜丹失去了监狱之内的世外桃源记忆，化作了松散的绽放邪气。白美美虽然去了人间世界，失去了记忆，但无论如何也变得特别古怪。她表演快板、写词，表现得像个被毁坏的年轻人。她最终掌握了欢喜剧场、个人更追求上弦世界的重要把柄。尽管如此，天空中的应远却看到了璀璨的天空和个人周围的意面。他表示，璀璨的天空已经是繁星了，再也没有人陪我欣赏了。一段深厚的感情，重温的人是伟大的、艰难的，大体上的辉煌，以及现在做完装备的遗憾再次归于一切孤军奋战。比受伤害的爱情更尴尬的是，你喜欢的人不能陪你，需要不理你。为剖析野王川莫名其妙的一幕，应远还处决了世界各地的人类探访。他表示，神仙和人类都应该乐在其中。他基本认清了，心里有伤，希望自己能在用自己的引导下熬过所有的悸动。这个窒息的葫芦最好配合其他部分，但他准备大声表白。应援独立得救，唐周是个华丽更年轻的男人，各种各样的人都分外迷恋，就像他们对颜丹的崇拜一样。又因为颜丹在古魔追踪器的引导下变成了现实追求，而他的邪气化为现在还不够。陈华品收起了自己的性命，而他忽略的东西却变成了那个陈华品。对他的前世有记忆，在他可以恢复的情况下，这个人却忽略了理解。据说，神仙一旦成为人，就要经历五毒六梦七情八苦。无论如何，我认为在追踪邪气的唐周和于墨的商业努力下，燕丹真的可以将凶运转为正运。说起璎珞帝，他是多么的孤僻和虚荣，早于衰败欲，如何在消减欲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生活伴侣，自称伤心、贴身，各种技巧，只为赢得燕的爱。失去记忆的丹，应远喝了许愿酒，去找颜丹。他表示，我现在变成了现在还不是小精灵，我最想要的是颜丹。燕丹说，我之前已经原谅你了。另外，剧中特别是男二的于墨，基本上也是很痴情啊。于墨身边大多也是在凡间基本没有放弃寻找岩锤，他其实也是因为热情，居然救了龟妖一团，成为了山的主人。他硬着头皮放血找燕坛，真是感人至深。可惜缘分未到，与燕坛多半怀念，好在终于基本相见。很黑的鱼和山主具体来说都是于墨。该剧特别给于墨增加了一条复仇的台词，一心一意地期待他的力量值 max。02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以主要方式为客户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服务，这纯粹是为了从本质上混淆公众，这本质上是相当重要的。肖战本人大多都没有在官宣中特别确认这件事，你作为外人倒是不错，先为肖战提前安排好了。公司的主营业务从字面上看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向公众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公司实际上主要的基本目标，尤其是大体上专门为其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我不否认肖战、李沁和杨紫大部分都是好演员，他们都在努力争取出人头地，但本质上把肖战和他们放在一起绝对合适。
什么样的男女恋情？你有没有得到肖战的特别同意，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根本没有得到肖战的认可，这确实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说得委婉一点，就是大肆造谣。我觉得作为一个影迷，我们真的应该在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上更接近演员的电影和戏剧作品，远离演员的个人生活，这是尊重演员的唯一方式，有点像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比如果肖战也无中生有，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多半说你肯定和某某有染，你会不会一心一意高兴？当然，你不会对此感到高兴，真的是你或者他们实际上是这么想的。另一方面，将肖战与真正的其他女演员胡乱分组，并且大多说肖战与他大部分时间和谁在一起，基本上都很好，没有任何证实，这有点荒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男女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肖战自己承认的，这尤其是为什么我们基本上必须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普遍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并且实际上以一种特别重要的方式进行不同的思考。你真的知道乱磕 CP 给当事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吗？对于一些不太清楚真相的人来说，他们大多会认为这个演员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混乱的情感关系中，并且普遍有着轻率的私生活。您是否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认为这样的声誉出去很不错？尤其是对于公众人物来说，这种无中生有 TCP 的方式对明星艺人的影响普遍很大。希望爱搞 CP 而且多半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演戏之前要三思而后行，不要一时半会儿嘴上说脏话，造成伤害和伤害，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这触犯了法律底线，尤其是道德底线，其后果从字面上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们不从字面上起诉你，这基本上是可以的，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你基本上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有点认为，作为一个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而成熟且特别明智的人，您应该从普遍的错误中辨别是非，而不是特别越过底线，并从字面上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有点违背普遍的看法。虽然说肖战今年真的30出头了，八字之类的还没写出来，但肖战的感情，特别是私事一般，和你有什么关系？一个非相对的局外人，非常违背大众的看法。你尤其是肖战中的一种亲戚，有点出乎意料。从字面上看，实际事实是，您将能够获得的不仅仅是其中的几个。肖战演了吗？在某种主要方式上，你都承认你基本上是他的亲戚或朋友。如果不是，那你还真关心肖战的婚事，给肖战的 CP 磕头。你具体没有得到小张官宣的真正证实，其实是一种苦涩的、自作自受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何必特意大张旗鼓地刁难自己？有的人真是又闲又担心，自己漂亮的收入肯定没有肖战收入高，生活质量也不是很好，但是爱管闲事，爱动是非，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他人或者他们特别认为，对于这种人，作为肖战中的铁杆粉丝，其实还是要多多留意，要提高警惕，基本避免这类人歪曲事实、带节奏、一意孤行，误导人大体上的对错判断。总而言之，如果你爱肖战，多多交流肖战的影视作品，不要乱搭 CP， 也不要公开谈论肖战的私生活，因为那是肖战的私事。我相信肖战会遇到永远爱他的锦绣知己。所以，你不是肖战的父母，也不是肖战的家人朋友，请真心爱肖战的人，不要为肖战操心，不要为肖战出谋划策。肖战有自己的心意、想法、打算，不要打着替肖战担心的幌子，把肖战绑在爱的召唤里，赤裸裸地闯入肖战的私生活。我相信具有道德意识和正义经验的人会接受我的陈述。至于那些满怀恶意和叛逆的外星生命，那就另当别论了。3个视角不同，可能没有想要融合的意思。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